大家进 YouTube 频道，首先想到就是如何获得更多的频道订阅数。但是大家是否有想过 YouTube 频道订阅数到底有什么用？是否影响到 YouTube 平台的演算法推荐？是否会和你的收入直接相关？还是会说和 YouTube 频道运营的其他方面有相关联系呢？我们一味的去追求 YouTube 频道订阅数，真的是正确的方向吗？频道订阅数越多，就代表这个频道越成功吗？不管你是刚开始进 YouTube 频道的新手，还是说你已经经了一段时间 YouTube 频道，这期影片对你在2023年去经营的 YouTube 频道有重大的影响。首先我们先来聊一下现在 YouTube 频道订阅数到底有什么用呢？在以前 YouTube 频道的一些功能是需要你达到一定的订阅数才能够开通的，例如说 YouTube 的社群功能、手机直播的功能、自定网址等等。但是现在 YouTube 把这些订阅数的标准统统去除掉了，你并不需要达到一定的订阅数才能够开启这些功能。唯一没有变的标准就是，如果你频道想要开通广告盈利功能，那么你就必须达到1000个订阅人数。不管你是发 YouTube 长影片还是 YouTube 短片，你都需要达到1000个订阅人数这个标准。再来就是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我们追逐频道高订阅数的很大原因就是频道订阅数等于频道大小。比如说2个 YouTube 频道，一个频道是5万个订阅人数，一个频道只有1万个订阅人数，那么5万订阅人数的频道就更有炫耀资本了。从观众角度来说，如果2个频道都是发同类的内容，但是一个频道它有5万个订阅人数，一个频道只有500个订阅人数，那么观众就会自动倾向于先观看5万订阅频道它的内容，因为大部分人都会这么认为。如果这个频道有比较多的订阅人数，那么就能够证明观众是认可他频道里面的内容的，他频道里面的内容就更有权威性。还有一个大家一直在追逐 YouTube 频道订阅数的原因，就是为了想要得到 YouTube 的奖牌。当你有10万个订阅人数的时候，你就能够获得银色的奖牌；达到100万订阅人数的时候，你就能够获得金色的奖牌。相信所有的 YouTuber 都把这个当成是自己的目标，当成自己坚持发内容的动力。相信大家都非常关心频道订阅数是否会影响到平台给自己的推荐量。我时常有听到观众说到，是否是因为自己的频道订阅数太少了，所以才导致每一部影片推荐量都非常少？大家都把自己频道流量少的原因归结为自己的频道太小了。YouTube 平台演算法一直在改变，一直在进步。现在 YouTube 平台的演算法它是这样的：当你发布了一部新影片之后， YouTube 平台的演算法会先把你的影片展示给一部分已经订阅你频道的观众，并且这些观众在最近都有观看你影片内容的观众。还有就是会展示给一些还没有订阅你频道的观众，但是这些观众在最近也观看过你影片内容。所以在这个阶段， YouTube 算法会根据这些观众他们的观看历史来决定是否要推荐你的影片给这些观众观看。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YouTube 演算法就会收集到足够的数据，它就能够判断出在第一阶段展示给的这些观众，他们观看之后反馈如何，他们是否会喜欢这部影片。如果数据呈现出来的趋势是大家都喜欢观看这部影片，那么 YouTube 算法就会把这部影片判定为优质的影片内容，就会增加这部影片它的推荐量，展示给更多潜在感兴趣的观众。但从现在 YouTube 平台演算法的运行原理就能够看出，其实现在频道订阅数对于平台推荐量它的影响比重下降了很多。比如说现在我的频道有5.8万个订阅人数，那么 YouTube 算法在我发新影片的时候就会把我的影片展示给这5.8万个人看的，它只是会展示给部分在最近有观看过你影片内容的订阅观众看的。其实从你的 YouTube 后台数据也能看出，大部分观看你影片内容的观众其实是还没有订阅你频道的观众的。大部分人还有一个误解，就是频道订阅数的增加会直接导致广告收入的增加。我可以用我的频道作为例子，我的频道在今年比去年增加了2万多个订阅人数，但是我的广告收入并没有成比例的增加，甚至都没有明显的增加。因为 YouTube 的广告收入是和频道的流量还有 CPM 有密切关系的。一般来说，频道流量越高，就代表这频道能够获得更多的广告收入。但是也要看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频道的 CPM。CPM 就是如果广告商想让他们的广告出现在你影片里面1000次，他们需要支付多少的费用。所以这会造成有的频道它的流量非常的高，但是他们的 CPM 非常的低，这就会导致他们获得广告收入就很少。CPM 低的频道主题像是有游戏、vlog、美食等等，而如果频道它有高的 CPM， 像财经频道、电商频道、网络赚钱的频道，其实这类的频道没有非常多的流量，他们还是能够获得非常丰厚的广告收入的。我知道很多人做 YouTube 频
频道就是冲着广告收入去的，但是现在我想你已经意识到了，广告收入是非常不稳定的，因为你频道的 CPM 每天都在变化，不是说你把频道订阅数增加了就能够导致你广告收入也能够成比例的增加。我现在频道接近6万订阅，但是和我在3万订阅的时候，我的广告收入并没有非常明显的增加，只是增加了每个月几百美金而已。这主要是因为我频道流量增加了，但是我频道 CPM 并没有明显增加。所以你能够指望订阅数的增加就给你广告收入带来明显的增加吗？那是不可以的。所以现在看来 YouTube 频道订阅数好像不太重要了。那么一个成功的 YouTube 频道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一个成功的 YouTube 频道它最重要的就是它要有一个凝聚力非常强的社群，这社群里面是你最忠实的观众，不管你发什么样类型的内容，他们都会第一时间来观看你的影片，会和你的影片进行互动。为什么在 YouTube 上面有一个凝聚力非常强的社群是非常重要的呢？我们要记住 YouTube 它是一个社交媒体平台，人们之所以会喜欢一个频道，那就是因为他们能够感受到和这个频道主有更深层次的联系，他们想要了解更多的内容，继而就会给这个频道带来更多的互动，像点赞、评论、转发等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可以增加销售转化率，不管是进行联盟行销，还是销售自己的产品，或是提供一些专业的服务，当你在 YouTube 上面有个凝聚力非常强的社群之后，你就能够大幅度提高你销售的转化率，因为这些观众是最信任你的观众，是想要从你身上得到更多价值的观众。接下来我具体说一下，如果一边建立 YouTube 的社群，一边给你带来丰厚的收入，这里我指的不是广告的收入，这个概念非常的重要，会改变你今后的 YouTube 频道经营策略。不过在此之前，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希望你能够为这部影片点个赞，这对我的最大鼓励还有支持。其实 YouTube 它就是一个营销漏斗，如果你还不太了解营销漏斗这个概念，我现在简单介绍一下。其实它就是一种营销策略，为的就是销售更多的产品或者服务。你可以看到这个漏斗在上层就是观众如何发现你如何吸引到这些观众。比如说你经营YouTube 频道，你就可以发一些特定的内容去吸引到一些感兴趣内容的观众，这样这些观众就发现了你的频道。接下来在中层的时候，就是大家如果对你的内容、对你的产品感兴趣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你要让这些观众知道他们为什么需要这个服务，为什么需要这个产品，让他们产生渴望，并且不断和他们建立起更多的信任。例如说，我可以推荐给观众一款相机，我会告诉观众这款相机就是我正在使用的相机，你可以看得出来我拍出来的画面多么的清晰，拍出来的效果有多么的好，这样大家就更容易信任我。在这个阶段，就要不断提供给观众更多免费有价值的内容，去吸引更多忠实的感兴趣这频道内容的观众，感兴趣你这个人的观众。当有些观众进入到了营销漏斗最底层的时候，在经过你的介绍了解到这些产品它的优点，这些产品能够帮助到这些观众的时候，那么这些观众就会相信你的说法，相信你的内容，最终购买这个产品。我认为在你知道 YouTube 是一个营销漏斗之后，你首先需要知道如何才能够吸引更多观众去关注到你的内容，并且把一些观众变为你忠实的观众，去融入到你 YouTube 的社群里面，并且你需要想想你需要出售什么样的产品或者服务，观众如何才能够购买你这些产品或者服务，还有就是 YouTube 怎么才能够帮助你产生这些销售。你是打算通过联盟行销进行赚钱，还是说销售一些实体产品、线上产品，或者是说专业的服务等等？你如何通过 YouTube 去给你带来更多收入，这是营销漏斗最底层，也是最重要的一层，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够理清楚这思路。YouTube 平台最大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一个搜索引擎，所以就是说观众能够通过搜索去发现到我们的内容，你就需要努力去做更多内容，就会有更多观众会发现你频道，这样就达成了营销漏斗最上层的目标。然后需要继续提供更多免费的价值，去帮助你的观众达成他们目标，同时也让观众去感兴趣你这个人，去相信你说的话，去认为在你身上他们能够得到更多价值。如果你有经营其他的平台，他们在其他平台上面关注你，如果你有 IG 也会关注你的 IG， 或者说这些观众会进入到你 email 名单里面，你可以直接发邮件给这些观众，这样就达成了营销漏斗中层的目标。所以需要有一个内容策略，这里我来分享一下我的内容策略。这种频道里面内容有 80% 内容是为了达成营销漏斗上层和中层的目标，也就是说让更多的观众发现我的频道，去了解我的频道，同时提供更多免
免费的价值去让观众达成他们目标，并且信任我所说的内容。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不断的扩大我的 YouTube 社群，继续来到更多忠实的观众。只有20%的内容我会推广一些相关的产品，为了让一些相信我的观众去购买这些我推广的产品，并且他们也会认为我推广的这些产品或者服务是能够帮助到他们的。我发现有很多 YouTuber 他们在做的事就是他会制作很多内容去让更多的观众发现他们频道，但是他们没有继续做内容去让这些观众回到他们频道去观看更多的影片，去更加感兴趣他的内容，去更加相信他所说的话，去有意的去建立一个 YouTube 的社群，更不用说到营销漏斗最底层去转化一些观众变成客户了。这个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人感觉到自己的频道订阅数在不断的增长，但是自己的收入却没有成比例的增加。这就是因为你在不断的制作内容去让很多观众发现的频道，发现内容，但这些观众并没有感觉到你和他们有深层次的联系，他们也不会信任你所说的话，所以就不会相信你所做的推广，去购买你推荐的产品。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一些例子，比如说你是一个网页设计师，你在你 YouTube 频道里面分享了很多关于网页设计的技巧、知识等等，这让很多观众发现到你频道，认为你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网页设计师。如果你有提供网页设计服务，比如说你设计一个网页是$2000，那么一个月你只需要收到3个客户，就能够让你达到每个月进入$6000的收入，一年下来就会有$72000的收入。如果你是某一方面的导师，你通过你的 YouTube 频道去分享了你的专业知识，如果你进行1对1的辅导，每个客户你收$3000，那么一个月你只需要5个客户就能够达到月入$15000，那么一年下来你的收入就会有$18万的收入。又或者是说你有提供线上的课程，这线上课程单价是$300，那么一个月如果你有销售出15份线上课程，那么你这个月就能够达到$45万的收入。这一年下来，光靠出售线上课程，你就能够有$54000的收入。所以从这些例子，你就能够看出，你并不需要达到10几万、几十万的订阅人数，才能够通过 YouTube 去赚取不错收入。你需要在每一个月的时候，有几个非常忠实的观众去购买你的产品和服务就可以了。我以前会掉进不断追逐更高订阅数的漩涡，但是想想，我们为的是获得更多的收入，订阅数只是好看而已，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满足感，但是订阅数并不能够帮助我们达到我们最终的目标。我希望大家能够意识到 YouTube 频道订阅数可能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重要，更重要的就是你需要有一群忠实的观众，在 YouTube 上面建立起一个凝聚力很强的社群，这样你在 YouTube 上面就更容易取得成功，去给你带来丰厚的收入。现在看完这期影片之后，会对你 YouTube 频道经营策略会产生重大的影响。经营 YouTube 频道有很多种方法，但是有一些方法，如果你在现在还在使用的话，不仅会帮助你频道成长，反而会导致你频道被限流。如果你想知道这些过时的 YouTube 频道经营方法，记得去看我这期影片。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欢迎点个赞，并且订阅我的频道，了解更多关于 YouTube 的内容。如果想追踪我的最新动态，可以关注 IG。我们下期影片再见，拜拜。